靓仔，排球想要打得好，姿势标准才能搞。每一次看到这种姿势啊，真的是受不了。专业见顶，派鸟。看完这超级详细的台球姿势，如果还学不会，算我输。第一步，目视进球线，身体中轴线对准这里，将球杆放在进球线上，让杆头顶着白球，白球与身体刚好是一根星耀球杆的距离。第二步，握杆位置先暂时握在中后段，一会儿最后一步再教你找到最适合的位置。第三步，重心脚向前迈一小步，踩在进球线上，右手击球就用右脚，左手击球就用左脚，脚尖不一定非要对准进球线，根据自己舒适程度来进行调节。从侧面看，脚心是踩在握杆手的正下方的。第四步，辅助脚平移至与肩同宽的距离后，再向前迈一小步。第五步，转动腰胯便会自然的带动左脚呈半弯的状态，同时也会给球杆留出足够的空间。转腰的同时，肩膀也会侧过来，使胸口朝向侧前方。第六步，保持头部处于进球线的正上方，开始弯腰向下，伸左手调整好手架的位置。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握杆手的位置，杆头处于白球前，如果小臂不垂直地面，就调整到垂直地面的位置上，这才是最适合你的正确握杆位置。这样就把小臂的整个运动空间分成了后半部的运杆空间以及前半部分的延伸空间，发力会更加轻松。姿势完成后，从侧面看，上半身呈直角状态；从正前方看，手肘、下巴、手架、球杆呈一条直线对着进球线。有了这姿势啊，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下课。靓仔，白球一靠库，还有啥准度？有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究其原因都是手架不对，如果在库边上用常用手架，第一，球杆与桌面夹角过大，只要打出一点点塞，就会让白球产生弧线而打不准球。第二，手架距离母球太近，后手回杆的空间不够，力量就发不出来，也会影响准度。第三，如果稍微用点力打角度球时，还会让白球起跳飞出台面。今天来教大家白球靠库的各种手架摆法。当白球与库边有点距离，但正常手架不好放，就用这个手架，翘起食指、中指和大拇指轻贴球杆，食指护住球杆。重点来了，食指是指关节轻靠球杆，并留出一点空间，这样出杆才比较顺滑。如果是这样勾着球杆，是很难受的。再来看一下完整的动作，熟练了以后啊，会非常好用。当白球离库边再近一点，就用这个正常的 V 字手架，整体手架向后移动，4个手指搭在库边上，增加运杆的距离，这样出杆力量才会扎实。如果当白球完全贴库了，就要再向后移动手架，此时只有3根指头搭在库边上，小指下折绷紧手架，这样可以减少手架的晃动，让出杆更加稳定。这里要注意的是手架支点的高度，太高容易不准，太低容易滑杆，微微的抬高一点，这样击球时力量才会扎实。下课。靓仔，技巧一：组合球，2颗球相贴，朝袋口方向打后面的红球，前面黄球就会进；2颗球相贴，中间切线缝隙对准袋口，直接打红球，红球就会进。知道这个原理后，2颗球相贴，黄球对准袋口，缝隙对准另一个袋口，这样打红球时2颗都能进。技巧二：自由球打贴库球，直接放在后面容易失误，可以放在目标球后留1毫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往75度击打，可以轻松打进。技巧三：贴库手架，平手架拉远一些，搭在库边边沿上，稍稍抬高一点后掌，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贴库时用。技巧四：中袋加塞，这个球型想要走位黑球的话，越大力加塞就越走不过去，可以选择小力高杆左塞，就能轻松的走到黑球的位置。技巧五：长扎杆，这个球型想要击打黑球几乎不可能，但你只要抬高杆位，瞄准库边方向，击打白球的左塞点位，白球会先让库边凹陷，带着左旋转碰到第2库，接着产生一点点弧线绕过这堆障碍球，将黑球打进。再来看一次正常速度的示范，非常好用。技巧六：这个球型白球被完完全全的围死了，没有任何线路可以解到黑球。别急，这里还有一招，抬高杆尾，朝着库边小力击打左塞点位，白球撞库后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弧线，拐弯将黑球打进。没完全学会前，可千万不要乱用啊。技巧七：跳母球。现在我们击打3号球，对方球挡住了高杆 K 黑球的线路，无法 K 到黑球。此时我们可以抬高后手去击打高杆，白球就会越过障碍球 K 到黑球。K 完后能不能打进黑球，就看你的造化了。下课。靓仔，打台球必练球型 1.0， 非常建议训练。5分点直球定杆，能充分锻炼你把球杆出指的能力，以及击球点位的精准度，这是准度提升的秘诀。短扳半贴库能增强你对微角度瞄准的能力。中袋翻袋球，实战中经常碰到的死球，打底袋准度不够，总是失误。
你就拼命的练它，反脚翻中带，熟能生巧。私蹬控球，可以说会私蹬的人才叫会打台球了。它可以让你精准控制母球的分离角，有利于提高小范围的控球走位。小力推中带，当对手给你机会时，一般都不太好打。如果能熟练推好中带球，会让你能把握更多上手的机会，赢下这局。下课。靓仔技巧一：遇到这种底带笔直的球，很难走位到黑球的位置，导致击打黑球有难度。这种球可以利用中高杆发力，通过带脚2次反弹改变白球走位的线路向上走，这样就能轻松的赢下这局。低杆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让白球向上走，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技巧2：小力击打。当白球贴库时，如果需要小力击打，手架是这样的，食指中指相贴，与球杆同一方向，手架尽量靠库边边沿，并且平放，能够大大的增加出杆的稳定性。技巧3：可以贴库球。一局球中，当有贴库球位于库边中间靠中带位置时，如果旁边有球能进底带，应该要尽快将白球调整到适合角度，用中低杆打进这颗球的同时，将贴库球 K 离库边，这就是你与高手的思路差别。技巧4：库边手架，五指张开，大拇指藏起来，食指护住球杆，呈直角状态，让出杆更稳定。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距离库边不是很远的时候用。技巧5：大力击打贴库的白球时，很容易造成滑杆的现象，适当的增加手架与白球的距离，用指尖搭在库边的边沿上，小指下折，并且绷紧手架来增加稳定性，球杆呈现一种微微朝下的状态，这样出杆的距离增长了，才有足够的蓄力空间。技巧6：角度球加塞瞄准，要加顺塞时就稍微瞄薄一点，要加反塞时就稍微瞄厚一点，可以提高进球率。技巧7：两球卡带。实战中，如果遇到这种白球与目标球同时卡在带口，并且球心都超过带口时，只要拿起任意一颗球，如果另一颗掉进去了，则2颗球都算进，目标球不用拿出来，白球属于自由球。想要系统科学训练，看图片指明第一条。下课。靓仔只需3步，让你的发力变透，杆法效果变强。大部分人在打低杆时，总会想着低杆要拉2亩地，就得很用力，对吧？可是当你越是想着用力时，在出杆的瞬间，后手就会第一时间本能的帮你绷紧肌肉，你的肘关节就会被完全锁死，小臂和大臂形成了一个整体向前捅出去。你看着球杆是不是力量很大的朝前去了？结果一点低杆效果都没有。我们来回看一下，后手在出杆时是一个整体下压的动作，杆头从原来的低杆点位打在了中杆的位置上，这样怎么可能会有低杆效果？好，现在开始教学。我们先看一个完整的发力动作。手臂的发力部位主要有3个部分组成，这些在我的高手班私教课里有很详细的讲解，这里先简单的教一下大家。第一步，稍微用点力将手腕锁住，保持大臂固定不动，放松且充分的摆动小臂。接着记住空杆训练的感觉，拿起球杆训练，直到感受到小臂、手腕、球杆形成一个整体，放松的向前出杆。这里的关键是让小臂的摆动空间要充分用完。第二步，小臂前摆的时候感觉能够拖着手腕出来，记住千万不是甩出来的。接着我们拿起球杆进行击球训练，回杆时手指微微的打开，手心是空出来的，虎口的这块肉要贴到球杆上，保持住手腕的这个形状，小臂带着手腕向前走一段，再将手腕向前翻出来，你会发现此时的低杆效果已经很强了。第三步，先来看一个现象，当一块奖牌放平时，我提起一端，奖牌自己就朝着钟摆的方向走了。那么把我们的小臂想象成这块奖牌，回杆时放平小臂，出杆时大臂向上提手肘，小臂是不是就会有一个自然向前的力呢？当然你如果不够放松的话是没有这个力的。好，手肘向上提，那么我们顺着这个力，小臂再开始去发力，把手腕带到这，手腕再开始向前翻，这就好像有3级助推火箭一样，3股力量合在一起，不费吹灰之力，低杆直接拉满一库。不过这个动作非常难协调想要系统科学的训练这样的发力记得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作品。下课。靓仔史上最全面的中巴开球技巧，实战中球开得好，清台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开球最重要的2个部分，第一是要容易进球，第二是控制母球的落位，方便展开进攻。想要容易进球并不是无脑的大力出奇迹，因为
第一，想要容易进球，首先你要先了解一下，当白球在中心线附近开球时，位于球堆的第2排的这2颗球啊，会朝着中袋的方向跑。实战时啊，每一次到你开球，你一定要记住这一杆的力量感觉，留意这2颗球的方向。如果开完后这2颗球到达了中袋的下方，那么下一次轮到你开球的时候啊，就要增大力量，这2颗球的方向就会向上走，大大的提升了进球率。如果连续几次开球都没有进球时，记住要赶紧换一个位置开球。比如说这里，白球离库边大约1颗半球的距离，用中低杆去打第2颗球的这个位置，用这种方式开球啊，会非常容易能够进中袋或者底袋。第二，白球的落点控制。通常大家看到职业选手在大力冲球时，往往会瞄在白球中低的位置，而实际上真正打到的位置是中高的地方。因为白球撞击球堆时，球堆是一个整体质量，它比较重，而白球却比较轻。正常如果用中杆开球的话，会被向后弹回来。如果开完球后啊，白球到达了底库边缘，不容易有进攻的机会了。所以我们需要实际打在中高的位置上，给白球带上一点点高杆旋转，才能将白球控制在中袋附近的区域。这样只要有进球，能有衔接球进攻的几率啊，就会变得比较大了。最后再讲讲开球的力量训练。一颗球朝袋口打，双脚前后掌，压低重心，回杆时抬高后手，出杆时借助球杆后手下落的势能，落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跟身体形成一个整体，由你的髋关节将重心向前送，右脚蹬地，球杆的末端就会提高，让整个人的力量都压在白球上向前冲出去。如果你不会送髋啊，可以练练最近非常流行的龟冲。好了，想要系统科学的训练冲球技巧啊，看主页置顶第1条。下课。